你猜猜看，一艘核潜艇用最快的速度环游世界1周需要多长时间呢？答案是15分钟，而且这是美国的遥鱼号在1958年就已经完成的记录了。当然，它做了个弊啊。作为美国第2艘到达北极点并第1艘在北极破冰上浮的核潜艇，它选择了一条离北极点只有3公里的航线来完成它的环球壮举。于是，在驶过全部24个时区之后，它当然只会花15分钟，并且也只开了19公里了，连发动机都没有热起来就已经结束了。该说什么才好呢？好吧，你可以把这个呢看成是一个玩笑啊。但美国空军在1949年初完成的那次不间断环球飞行，就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了。一架代号为幸运女神2号的 B-50超级堡垒轰炸机呢，从美国本土的卡斯维尔空军基地起飞，在连续飞过大西洋、地中海、撒哈拉沙漠、印度洋和太平洋之后，又安全地回到了出发地，全部行程达到了3.7万公里，的的确确是环球无疑了。所以它究竟是怎么完成的？完成的意义何在？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它。二战结束，铁幕降下，欧洲被一分为二，苏联封锁了通往柏林的陆路通道，于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只能通过空运来维持这座城市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啊，苏联人也正在积极地重建他们的军队，并加强对东欧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冷战正式开始了。在刚刚结束的大战中，战略轰炸已经用事实来证明了自己的地位。尽管美国已经解散了它的大部分战时空中部队，但仍然拥有很多的 B-29，就是那架在日本上空投出了原子弹的飞机。同时呢，还在加紧交付它的升级款更为先进的 B-50。远程轰炸机 B-36呢也正在开发当中，所以华盛顿的手里面呢是既握有大量的核弹，又拥有把它们分发出去的渠道。就问你苏联怕不怕吧？他可能还真的不是太怕，因为彼时啊，一架最大航程的美国轰炸机也无法实现全球覆盖啊，并且洲际弹道导弹的出现呢，还要再等上数年的时间。所以苏联人凭啥害怕呢？这显然不是美国人想要看到的。于是呢，空军高层们就坐到一起，传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计划，用一次不间断环球飞行来让苏联人相信我们是有能力利用现有的部队就实施全球化的打击的，同时啊，也能向自己的公众秀出肌肉，让他们看到这个成立不足2年的新军种是值得大家来长期投资的。恰好新上任的空军上将柯蒂斯·梅勒呢是个比较激进的人物，所以这个计划就快速被推进了。只是纸上的计划好做，但实际该怎么操作呢？唯一的希望落在了空中加油上。空中加油发展到现在啊，已经非常成熟了，既可以用硬管来加，也可以用软管来加，既可以给战斗机、轰炸机加，也可以给直升机加。但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最先进的空中加油手段其实也没有比几十年前进步多少，它叫做抓钩软管系统。具体是这么操作的：收油机先是将一根钢缆从自己的尾部释放出去，让它拖在后面，接着半飞的加油机也会从尾部释放出一个带有抓钩的绳索，并试图让这个抓钩去缠住受油机的钢缆。此处省略让人抓狂的复杂纠缠过程啊。总之，在抓钩勾住受油机的钢缆之后呢，会把它慢慢的拉回机身内部，将输油管的一端挂在上面，并通知受油机，现在该你来拉了啊。于是受油机就开始拉回钢缆和输油管，并将它接到自己的受油口上。在连接好之后呢，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一刻了。而这个奇迹啊，由重力来完成。加油机会拉起机身飞到受油机的上方，让燃油靠自重来流到受油机的油箱里面。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多么低效的过程。所以一次加油把2架飞机上的人折磨个1-2个小时呢，是个常见的事情啊。而且当时的雷达仍然不可靠，所以整个加油的过程呢，都必须在目视条件较好的白天完成。鉴于此啊，选择本次不间断环球飞行的加油点就显得很重要了。它们既要间隔差不多相当的距离，还要让飞机在到达的时候恰好是上午，并且附近还得要有个供加油机起降的美军基地才行。其中，亚速尔群岛的拉杰斯基地、沙特的达兰基地、菲律宾的克拉克基地和夏威夷的罗杰斯基地呢，被选中为中间接力的地点。从美国本土起飞的轰炸机，在分别飞临他们上空获得燃油的补充之后呢，就可以实现不落地绕地球1圈了。整个航程计划用时4天，飞机选用了 B-29的改款 B-50。在换上了更为强大的普惠 R4360发动机之后呢，它的装载能力和航程表现都大大优于了上一代。另外，为了进一步延长飞行的时间，在2架计划用来完成此次任务的 B-50上呢，还做了一些改进，把他们的炸弹舱里也装上了一个大大的油箱，
所以严格上来说呢，它们应该叫做 B50A。专门改装用来给它们加油的是几架 B29。而两款飞机的改造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完成的，甚至连参与其中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是被蒙在鼓里的。因为尽管此行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宣传，但是由于风险太大嘛，美国空军还是担心，万一要是出了点啥乱子，宣传不成，到自我抹黑了一把，不是很难看吗？所以不仅在改装的时候加以演示，甚至在行动的时候呢，还可以要求每次空中加油完成之后，加油机和受油机的编号还必须要互换一下，给所有人造成一种假象。这是一次短途的飞行啊，直到最后时刻，在确认了行动成功无疑之后呢，才会对外公布。但其实呢，中间差一点就走漏了风声。关于那个小插曲呢，我们稍后会讲到的。为了讨个好彩头啊，两架参与行动的 B50呢，分别被命名为全球女王和幸运女神2号。原计划是由全球女王来飞，幸运女神2号呢作为备份的。但巧的是啊，女王显然是没有女神幸运啊，而且人家还偏偏就是幸运女神呢。1949年2月25日，全球女王从卡斯维尔起飞，一路向东，在差一点就要飞过大西洋的时候呢，发动机突然出现了故障，不得不迫降在了亚速尔群岛。于是主角光环不得不切换到了幸运女神2号头上。第二天一早，在划破了卡斯维尔阴冷的晨雾之后呢，她出发了。首次在亚速尔群岛上空的加油呢，有惊无险。虽然过程长达2个多小时，但总算是成功加进去了。于是接着飞。当天晚些时候啊，幸运女神2号飞过了直布罗陀，从大西洋进入到地中海，又飞过了撒哈拉沙漠。第二天，飞机到了沙特上空，燃料用完了，第二次加油又开始了。过程还是很不顺利啊，因为飞行区域刚好就在雷暴区，有着很大的乱流干扰。虽然勉强完成加油，但14名机组成员已经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疲惫了。到了第3天，飞机进入印度洋，飞过了南海，接着来到了菲律宾空域，加油任务又开始了。这次可以说是出了大麻烦了啊！先是碰上了恶劣天气，接着加油软管的一个链条又坏掉了，机组成员呢忙了很久才把它搞定。就这样磕磕绊绊的加好油之后呢，幸运女神2号终于可以继续前进了。但是返航的加油机却由于飞行员的错误判断，在下降速度过快之后呢坠毁了，机组成员全都遇难了。这是一个悲剧，也是一个差一点就让本次任务提前曝光的意外。同时还有一个插曲啊，我们之前讲了，为了掩盖本次行动，在每次加油点，幸运女神2号都要更换一次编号，而本次换的编号呢，就是一架原本计划要从这儿飞往夏威夷的 BR9了。这本来没什么毛病啊，因为幸运女神2号的下一站就是夏威夷嘛，掩护的也是恰到好处啊。但坏就坏在这儿有一个特别负责任的空管，他眼睛很尖啊，一眼就看出从克拉克基地到檀香山的飞行距离是超出了 BR9的航程了的，所以就马上召回这架飞机了。哎呀，这就尴尬了。你说机组不回来吧，该拿什么打掩护呢？回来吧，已经飞了的3/4不就白飞了吗？幸好在关键时刻领导出面了啊，赶紧出来把这个铁憨憨拉到了办公室，一番开导之后才保住了军方的秘密啊。幸运女神2号得以继续东飞。但是恶劣的天气和疲惫的状态并没有得到缓解。到了夏威夷上空进行最后一次加油时，连飞机都已经开始出现机械故障了。我估计要不是看到希望就近在眼前，他们的本次冒险可能就止于此了。到了3月2日上午9点呢，在离开了96个小时之后，这架 B50幸运女神2号终于幸运地降落在了原本的跑道上。跑道两边啊，此时也挤满了各路媒体。他们是在凌晨时分才被通知前来观摩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的。是的，尽管有着诸多不顺，但这确实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美国展示出了其拥有可以把核弹投掷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的实力。而对苏联来说呢，他们则接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如果战争来临，没有一座城市是安全的。尽管很难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对于继续把冷战扣在冷上呢，是值得肯定的。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飞机也有刹车吗？有的，而且还多种多样的。正常飞机在降落时呢，可以打开位于机翼后缘的减速板来减速。当然，这个减速板呢，也不见得只是位于机翼上啊，像这样把屁股裂开、把垂直尾翼张开的也是有的。另外，它还可以开启发动机上的反推，踩下起落架小车上的刹车来进一步的减速。要是不那么正常的飞机该怎么减速呢？那就打开减速伞吧。协和、图144航天飞机都是这么干的。那还有没有比他们更不正常的飞机呢？有的啊，这架代号为 XFC-130H 的飞机居然疯狂到用火箭反推来减速降落。
这么奇葩的飞机，我们没有理由不讲一讲啊！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它的来龙去脉。故事还要从一次失败的人质解救行动说起。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国王巴列维仓皇出逃，辗转之后就来到了美国，被卡特政府以治疗癌症的理由接收了下来。此举就引发了伊朗民众的强烈不满，于是大约3000名武装学生便冲入美国驻德黑兰的大使馆，将全部工作人员扣押为人质，以此来要挟美国引渡巴列维，史称伊朗人质危机。时任总统吉米·卡特先是施加经济和外交压力，后来又试图通过协商来讨回人质，但是在硬刚的伊朗那边都不起什么作用。于是他最终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展开一次军事救援行动，代号“鹰爪行动”。这个行动绝对堪称全明星阵容啊，把当时美军的海陆空还有海军陆战队都集齐了，人员规模达到了200多个，更是刚刚成立的三角洲部队的首秀。所以作战方案一开始弄了几十个出来，最后才在权衡利弊后筛出了一个，准备就照着这个来了。你一定以为他们权衡的是行动本身的利弊吧？但其实他们权衡的是各个军种之间的利益均衡。因为4个军种在此时正处于对立状态，他们都想要主导权啊。五角大楼不得不扮演一个临时保姆的角色，安抚好每一方的情绪，生怕谁分多了谁分少了，闹起矛盾来他头疼嘛。于是这样的安排就为后面的行动埋下了严重的隐患。1980年4月24日夜间，随着8架 IH-53D 直升机从停靠在阿曼湾的尼米兹航空母舰上起飞鹰爪行动正式展开了。其实，在2个小时以前空军的6架 C-130运输机已经提前将物资和三角洲部队送到了位于伊朗境内的指定汇合地点沙漠1号了。尽管过程并不顺利但好在他们已经在这儿建立了据点，就等着直升机的到来了。后续的计划本来是这样的8架直升机在这里完成加油和装备补充之后会载着救援部队继续往前推进，将他们秘密投送至位于德黑兰郊外的沙漠2号降落区，然后就隐藏起来等待下一步的召唤。来到沙漠2号的救援部队会开上由情报人员一早就准备好的卡车，在夜色的掩护下潜入德黑兰，突袭大使馆并救出人质，接着便赶往附近的一个足球场呼叫直升机。在这儿直升机将他们全部接上之后，会朝南飞到大约56公里以外的一座机场。不出意外的话，这里已经被一队游骑兵给攻占了，并且还有一架 C-141运输机在等着他们呢。于是所有人再度切换交通工具，抛弃直升机，坐上运输机，以最快的速度撤离伊朗。计划真的是想得很美啊。那我们再来看看那8架刚刚出发的 IH-53D 直升机的表现如何呢？完全就不及格啊！首先是其中1架根本就没有飞起来，在飞行员一坐进座舱时就看到传感器提示说旋翼出了故障，于是只好退出了。剩下的7架起飞了，但随即便闯入了一片强烈的沙尘暴当中，编队被打散了，而且又有1架机载系统出现了问题，不得不马上折返回到航母。终于在迟到了90分钟之后剩下的6架直升机跌跌撞撞的从不同方向好不容易的降落在了沙漠1号。可是幺蛾子又出现了又有1架的液压系统撂挑子不干了，落下去就飞不起来了。于是8架直升机此时只剩下了5架，连执行任务的最小数量都不够了。行动不得不临时叫停。你看后面那些精彩的大戏还没有上演就被卡了，是不是有点可惜啊？对的，所以前面就必须要再加上一出就在行动叫停，5架直升机准备再把特战队员载回航母时有1架打报告说，我没油了。指挥官于是就说，那你就飞到 C-130 旁边把油加满呗。这个时候军种之间的协作混乱就彻底暴露出来了。三角洲部队、海军陆战队的飞机、空军的运输机是无法直接通讯的，因为3方使用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哪怕相距只有几百米，他们都必须先要把信息传送到位于埃及的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然后再由空军的战斗管制小组给转接过去。这样的效率，在时刻变化的战场环境下，怎么保证可靠性呢？再加上直升机的飞行员本身就缺乏实战经验，又疲惫不堪了，于是，在飞过去加油的时候跟运输机就撞在了一起，瞬间炸成了一片火海。机上的8名成员也丢了性命。
指挥官一看，心想这 RH-53D 也太不靠谱了，我可不敢保证剩下的4架不再出点什么问题啊，所以干脆咱们一起坐运输机回到航母上吧。直升机呢，还有物资什么的就丢这儿不管了。显然，这次行动以彻底的失败和完全的暴露而告终。伊朗得知真相后呢，气得咬牙跺脚，从此便走上了和美国交恶数十年的路线，同时也把本来集中囚禁的人质呢分散到了各地，以游击战的形式预防美国的再次营救。当然了，国际社会上呢也出现了对美国的谴责之声，因为他就完全不顾别人的主权嘛，随意就在别人家里面策划军事行动，还建起了什么临时的军事基地，这情况搁谁家受得了啊？美国国内嘛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牺牲了8名军人嘛。卡特政府的颜面尽失，媒体也揪着这事儿大肆宣传，让很多的民众也开始怀疑：我们的军事实力难道是吹出来的吗？总之啊，总统吉米·卡特此时压力山大呀。那么他会就此罢休，承认错误，认真悔过吗？怎么会呢？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咱们从头再来。于是就在鹰爪行动失败的2周内呢，另一个绝密计划就在五角大楼内酝酿了，它叫做可靠运动行动。可不是吗？上次那个那么不靠谱，这次一定要可靠才行啊。那么如何保证可靠呢？都不用分析就能得出结论嘛。一是协调，二是装备嘛。协调就是要成立一个新的联合指挥部，统一调配资源，统一训练，统一管理，这就为后来演变成为专门的特种作战部队做好了准备了。而装备呢，显然就是放弃原来那架总是掉链子的 RH-53直升机，转而去寻找另外一架可以在中间不停歇，直接降落在大使馆旁边的体育场内，在突袭救出人质后，又可以马上从这里起飞回到航母上的新飞机了。你看，它要飞得够久，装得够多，跑得够快，什么飞机最合适呢？运输机啊 ，C130大力神就很合适嘛。不过 C130可是不能在一座体育场内起降的哦，它至少需要接近1公里的跑道才能够完成这2个动作。怎么办呢？联合指挥部呢就找来了它的生产商洛克希德，商量说，你看，我们就是看中了你家的飞机，但它有个缺点啊，就是不能在体育场里面起降。洛克希德就问啊，你是想要在体育场里面沿着宽起降呢，还是沿着长起降呢？指挥部说，那当然是沿着长起降喽。于是洛克希德笑了一下，这个好办，咱们改装一下飞机就好。这样4架 C130就被送到了埃格林空军基地，其中2架将被彻底改造成符合实战标准的样子，1架作为小白鼠，在上面不断的试验新点子，还剩1架则改装成模拟训练机，专门用来训练那些艺高人胆大的特殊飞行员。好了，要怎么改呢？洛克希德量了一下，认为要在长度只有110米的阿萨迪体育场里面起飞和降落呢，唯一的希望就是把 C130变成一架几乎可以垂直起降的飞机。但你说，如果把它的4个螺旋桨变成像鱼鹰那样可以轻转的，也完全不现实嘛，那是要等快10年以后才会有的技术。而且它之所以诞生，就是源于此刻的。即使有时光机呢，也会陷入到时空穿越的悖论里面。所以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装外挂嘛，用固体火箭发动机来刹车和助推了。所以第一步啊，就是强化机身，避免被火箭喷发时的强大推力给震散架了。第二步呢，就是把合适数量的火箭发动机呢挂到飞机上的合适位置上。于是8枚来自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的发动机被装到了 C130的前部机身，用于减速刹车。另外8枚来自 AGM-45百舌鸟空地导弹的发动机呢，被装到了 C130的机身下部，用于在下落时将其拖住。还有8枚来自 RM-66标准防空导弹的发动机呢，被装到了 C130的尾巴上，帮助它实现短距离的助推起飞。这已经有了24枚。还没完啊，剩下的还有6枚，其中左右翼下呢各挂2枚，用于纠正起飞时的偏航问题。机尾向下的部分呢，还又装上了2枚，用来干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前一个视频里面刚刚说过的防止插尾了。所以军机啊，真的是在什么地方都不计成本啊！在项目开始仅仅3周之后呢，这架挂满火箭的运输机就已经准备好了，在当时真的堪称是美国速度了。于是，在1980年的10月19日到10月28日期间呢，他就进行了多次的实际起降试验。结果是令人欣喜的啊！它不仅不断的刷新了最短起飞距离的记录，还实现了在160公里的时速下，以8度的下滑角冲向地面后稳稳着陆的成绩。要知道，正常飞机的下滑角呢是在3度左右，8度其实已经跟直接掉下来没啥区别了。好了，看起来它只需要再进行一些最终的全流程测试，便可以交付给特种部队了。结果XFC-130H 的命运就此卡住了。10月29日测试进行。
起飞阶段堪称完美，而且又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纪录。但在下降阶段呢，飞行员被上层减速火箭喷出来的火焰和烟雾遮住了双眼，于是错误地认为底部的托举火箭已经开机，并且飞机也基本处于地面上了，于是就点燃了更多的减速火箭，以便把飞机的前进速度给减下来。但其实托举火箭是根本就没有开机的，飞机此时距离地面呢也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当前进的速度突然变为0之后呢，它被重重地拍到了地面上，机翼折断，机身起火，情况十分危急。幸好现场的响应速度够快，才让其中的机组成员呢最终在有惊无险后安全地离开了飞机。但这个项目本身嘛，却很难再回到正轨了。后来，吉米·卡特被里根击败，人质危机的解决呢，也由军事行动改为外交谈判。挂满火箭的大力神呢，也就渐渐淡出视野了。好了，所以现在你知道了飞机的刹车呢是既丰富又疯狂的。我是火箭叔，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SpaceX 的星舰和超级重型终于合体了。8月6号一早，随着一台巨型吊机将第20号星舰扣在了第4号超级重型助推器的顶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枚火箭诞生了。它比当年那个巨无霸的土星5号呢还要高出了10米，虽然它只维持了1个多小时。这次组合测试非常的短暂应该只是在验证上下两节之间的受力情况和连接部件，以及发射平台的支撑性能等等。所以你看这密密麻麻的装在超级重型助推器底部的29台猛禽发动机里面呢，还有好几台的喷嘴是白白净净的，它们都还没有经过测试呢，装上去纯粹就是为了压秤用的。另外，你再看星舰上面，是不是有些斑秃的感觉那是因为用来覆盖在它表面的黑色隔热瓦呢，还没有完全贴完呢。不对是装完，因为在航天飞机上才是贴的。说到这个，我突然就意识到一个问题了。星舰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快速的重复使用，大概就跟一架商业航班一样在降落后呢稍作准备就能再飞的程度了。而就我所知同样使用了隔热瓦的航天飞机，在每次降落之后呢，可都是要花上数月的时间来检查和更换这些隔热瓦的。而且即便是这样呢，还是出现了因为隔热瓦的原因而引发的严重事故。那么体积比航天飞机大得多，隔热瓦也要比航天飞机用的更多的星舰，又有怎样的理由相信自己不会重蹈覆辙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它俩的区别。本来之前是有传闻说星舰上才不用什么隔热瓦，也不用什么像返回舱那样的烧蚀材料覆盖在表面的，而是把不锈钢的外壳做成2层中空的，然后在其中注入液态的甲烷冷却剂，让它顺着表面大量的毛细孔渗出蒸发，在带走热量的同时形成一个冷却层，从而起到隔绝星舰与高温等离子体的作用的，俗称发汗冷却。尽管这个非常符合 SpaceX 的一贯科幻气质，但显然是成本太高了所以如你所见，它还是回归了最传统的隔热瓦套路。但其实在航天飞机上，隔热瓦很贵什么贵呢？人工贵它通常每次都要花5个月75万个工作小时来处理这些被烧过的隔热瓦。是 NASA 的工作人员在磨洋工吗？还真不是原因很简单，航天飞机的形状不规则为了保证能够以飞机的状态滑翔着陆呢，航天飞机在外形上做出了很多的妥协。比如那对小翅膀，其实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一点用都没有，但是为了最后的滑翔，它也必须要从一开始就插在那儿了。比如平滑的机腹，它实际上在高超音速下呢，并不是一个最优的隔热罩形状，会造成中间和边缘的温度分布不均匀。但是为了最后要滑在跑道上嘛，也必须要这样做。所以这就带来了它复杂的外形和多达8种不同材料的使用了。它们一排列组合呢，就变成上千种了。基本上，航天飞机上的每一块隔热瓦都有着自己的独立编号，都需要安装在特定的位置，是很少能够相互替换的。这就带来了极大的维修难度和极高的维修成本，同时也让在轨维修变得几乎就不可能了。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我讲的哥伦比亚号灾难的这个视频就能够体会到不能在轨维修有多么的绝望了。好，那么同样的情况在星舰上呢？就好多了首先，它是一个圆筒，形状非常简单，所以对覆盖表面的隔热瓦的形状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了。也就是在鼻子那儿呢，稍微复杂一点点而已。基本上只要有几种不同形状的隔热瓦就能够完成任务了。而且跟航天飞机上大量用到的矩形、平行四边形的隔热瓦不同星舰上用的最多的是6边形的。这有什么依据吗？
有的，你看每块六边形的隔热瓦之间是留有缝隙的，它们是为了给受热膨胀提供余量，但这样的缝隙势必也会让高温渗入其中嘛。而使用六边形就能够把留给高温的路径变得蜿蜒曲折起来，让它们在其中走不了多远就消耗殆尽了，不像走直线渗得更远嘛。另外呢，统一的规格也带来了高效的安装。航天飞机上的隔热瓦是人工一片片粘上去的，粘16个小时，干再等16个小时，这就干掉了32个小时了。要是换做不那么熟练的工人，还要再另说。而星舰上的隔热瓦则是批量给挂上去的。因为在星舰表面机器人已经提前焊上了这些安装销，你只需要把隔热瓦背面的孔跟它对齐插进去，它们就自己锁住了，非常方便。同时还有附加的好处呢，因为是互锁而不是粘死，所以它还有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当表面受热变形之后呢，更不容易被击碎。当然，不锈钢的星舰外壳呢，本身就比铝合金的航天飞机外壳有着更小的膨胀率，同时不锈钢还比铝合金耐热得多啊。前者在800度下仍然有着很高的结构强度，而后者到了150度就有点扛不住了。此处为航天飞机上的隔热瓦心疼1秒钟啊！不仅如此，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帮着星舰呢，它跟空气动力学有关。我们都知道当物体超音速运动时呢，会产生激波，尖头的物体会产生斜激波，带来相对较小的阻力；钝头的物体呢，会产生弓形激波，带来较大的阻力。而不管是航天飞机还是星舰，在它们载入大气层的时候呢，都会达到音速的几十倍，所以激波在所难免。相反，它们还会利用弓形激波的大阻力来帮助自己减速呢。不过代价嘛，就是高温了啊！虽然都会产生高温，但是高温离自己的远近还是有可能有着很大的差别哦。因为弓形激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脱体激波。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当超音速气流撞上一个钝头的东西之后呢，它无法快速的排到两边去，于是就在继续冲过来的气流和钝头之间呢，暂时形成了一个气垫。这个气垫把激波往外推了一点点，脱离了钝头的表面，所以就叫做脱体激波。同时被它推开的还有高温等离子体了。星舰比航天飞机粗得多，所以也钝得多，产生的钝体激波自然也能拖得更多了，所以高温也就被推得更远了。你看，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啊，星舰比起航天飞机，既能更高效地利用隔热瓦，自身的不锈钢也更能扛，还有脱体的激波前来帮忙，干嘛还非要不走寻常路，搞什么发汗冷却呢？传统的隔热瓦就是最好的选择了。我们期待它早日实际飞行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火箭一定要处在地上起飞吗？不一定嘛，把它挂在747的机翼下方，先带上高空，再水平发射也是可以的。觉得新鲜吗？其实都是航天飞机玩剩下的啊！早在1977年，人家就已经从一架747的背上成功放飞过了。不信你看。不过很可惜啊，他这次的目标呢不是天上，而是地下，并且以后也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突破过大气层。所以这到底是一架什么样的航天飞机？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它叫做企业号，在所有的航天飞机里面排行老大，于1976年9月首次亮相就受到了如明星一般的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就是明星啊，是当时已经风靡全美的星际迷航里面企业号星舰的现实版孪生嘛，所以在机库前面等待着迎接他的几乎全是星际迷了，就连剧中的演员也和 NASA 局长站成一排，兴奋地为这架不知道属于谁的飞船剪彩。这是属于 NASA 的吗？不全算啊，他们就连给它命名的权利都没有。原本想着这一年正好是独立宣言颁布的200周年，起名叫宪法号多好啊！但星际迷航迷的数十万封请愿信呢，瞬间就把总统办公室给淹没了。迫于舆论压力啊，只好改名叫企业号了。那这算是星际迷航迷的吗？更不算啊！首先，他的舰长叫做弗雷德海斯，是真正的阿波罗13号的飞行员，而不是虚构出来的詹姆斯科克。其次，他连一次太空都没有去过，更不可能像星际迷航里面的企业号那样来一次酷炫的超时空跳跃了。他的任务是为了测试，测试航天飞机那对没有发育成熟的小翅膀到底能不能支撑它重返大气后稳稳地落在跑道上呢？所以它是拥有完整的结构、准确的质量分布、跟正常工作无异的起落架、翼面控制系统和无态飞行电脑。
只是呢，由于不需要冲出大气嘛，所以就少了发动机，也少了真正的隔热瓦。当然，这些在轨道上用来调整姿态的小型推进器呢，也是画出来的了。但你注意到没有啊？人家也有多出来的东西啊，那就是位于鼻尖的这根探针了。它的目的是为了校准机载空气动力学设备的。伸那么长呢，是怕受到机身周围已经扰乱了的空气的干扰的。另外一样东西也很扎眼啊。把尾部整个包起来的尾椎了，倒不是因为它没有发动机，所以没有做喷口拿来遮丑的，人家当然也是有假喷口的啦，后面也是要做测试的。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提高航天飞机整体的气动流线性嘛，在后面每一架真正的航天飞机被背在747背上时都是要扣上的，只不过企业号是唯一扣着它自己飞的而已。说到飞，它没有发动机，要怎么飞呢？这也正是测试的一部分了。因为考虑到航天飞机可能的降落地是西海岸的加州，而发射地则在东海岸的佛州，两地之间横跨全美，肯定是用空运最为快捷嘛。所以在航天飞机计划的一开始呢 ，NASA 就已经将一架专门用于运输它的飞机考虑了进来。结果就是这架经过了改装的波音747了，它可以把航天飞机驮在背上，带着它飞。为了减少改变的气流对尾翼控制面的影响，你看它与普通747最大的区别就是这儿了。超宽的水平尾翼加上立在外面的附加鳍片，经过多次实验之后呢 ，NASA 确信这架奇怪的合体机械是可以飞上天的，于是就大胆地进行了验证。当然，背上的企业号里面，一是没有带飞行员，二是所有的系统都处于关闭状态，三是连一切可以活动的部件都是锁死的。这种真实的飞行呢，让 NASA 得到了很多的宝贵数据，并且也的确看到了一些只有实测才会出现的问题，比方说超出预期的湍流引发的震颤等等。在解决掉这些之后呢，下一步就是带人的开机测试了。2名飞行员会进入到企业号，并且开启完整的系统，以便为机上供电和制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看看5台飞行电脑是否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正常工作了。因为没有他们啊，任凭你再有经验的飞行员都是白搭。航天飞机的小翅膀靠双手双眼再加上双脚都是玩不转的，它需要非常细微与迅速的修正才能保持姿态顺利降落，这个人是的确干不了的，所以才准备了5台嘛，其中1台是备份，另外4台呢相互纠错，冗余做的简直是够够的了。好了，到了1977年的8月12号呢，该做的准备都做过了，是时候让747背上的企业号单飞一把了。计划是这样的啊。当2架合体的飞机到达7600米的高度和500公里的时速时呢，波音747开始俯冲，为背上的企业号提供更大的升力，然后爆炸螺栓炸开，两机分离，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各自继续下面的任务去了。不过呢，这里有个因素相当关键啊。你看它俩的机翼面积就知道产生的升力完全就不在一个水平上。当747有足够的升力的时候呢，航天飞机是根本飞不起来的，那可怎么办呢？只有让两者的机翼弓角不同呗。航天飞机的弓角要更大才行，所以它在747背上才是翘起头来的。而且企业号翘的也要比它后面的几个兄弟更大，因为只有它才要真的单飞嘛。前面的支架呢长了大约2米。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降落了。企业号一共降落了5次，前4次呢都还不错，但是最后一次也是吸引最多关注的一次，连英国王子查尔斯都被圈粉来现场了，却差一点就变成尴尬收场了。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连舱内2名飞行员的对话都能听得到哦。210, 200, real good speed. Shit. Okay, we're back. Okay. Let the stick go. Hold it. Jesus. Oh, shit. Put her down. Speed brakes out. We're 130. Get the nose on. Okay, we're in direct. 实际上，这种情况正是由于完全自动的飞行控制系统和想要接管的有经验的驾驶员之间产生的冲突造成的。跟别的飞机不同啊，航天飞机的机翼上呢有一对额外的升降副翼，它们既可以控制飞机的俯仰，也可以控制飞机的滚转，但是电传系统对俯仰控制的优先级要更高一些，这就会让当接近地面控制指令越来越密集的发布时，飞机的俯仰变得有些滞后了。这哪是有经验的飞行员看到过的状况啊？所以他们就忍不了要去介入调整飞机的俯仰，但飞行电脑一看，你这不行啊，又给再调了回来。这拉锯战一开，结果往往就不那么好了嘛。看来人和电脑的配合呢，还要再单独拎出来练一练啊。
哎，这个画面呢，看起来怕不怕？它就是 NASA 为了训练电脑和飞行员专门改装的一架 F-8十字军战斗机了。就这样，慢慢调教和配合之下呢，世界上最难飞的滑翔机航天飞机才越降越稳了。当然，这一切的开始都是这架可能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的企业号航天飞机了。在经历了天上的飞行试验、地上的运输试验、架子上的吊装试验，还差一点当了挑战者号的备胎之后呢，他现在正安静地趴在纽约曼哈顿退役的无畏号航母甲板上，无声地讲述着这段历史。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啊，很可以，很可以。空警500，运20。这是我前段时间去珠海航展时，用这台徕卡 M3旁轴相机和这卷135的黑白胶卷拍出来的照片。大家也许把数码的照片呢都看得够够的了，那么黑白银烟下面的胖妞空警500，六爷还有5直10会是什么感觉呢？我们来看看啊。是不是完全就不一样啊？哎，我很喜欢这种带有颗粒的厚重感，是数码相机怎么都模仿不出来的。所以呢，你也想自己尝试一下吗？其实很简单啊。下面呢就是我为大家准备的不严谨的黑白冲洗教程了。之前黑白胶卷的冲洗理论呢，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直接来实践一下。这个是德国的一个非常老牌的一个胶卷，是一个感光度是50的胶卷。然后这个据说呢，它里面的这个分辨率是非常高的，然后它的是全光谱的性能非常好。这卷胶卷是在2020年的12月份就会过期的，现在已经是2021年的10月份了，过期了1年，对，差不多1年。然后不知道它效果会怎么样。然后我们要用到其实冲黑白胶卷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它只有几步嘛。第一步是显影，然后显影完了是定影，然后定影完了之后呢，就是一个长时间的冲水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呢再加上所谓的稳定剂就是这样一个稳定，其实去水质的。因为我们用水洗之后呢，那个胶卷底片上面有可能会沾上水质，然后有水质之后，这个后期再扫描各方面处理可能就不是太方便了。那用这个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挂到晾干结束，它就是没有任何水质的。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试一下这是我的胶卷，这是我的显影液，然后它们两个呢是匹配的，这都是 HR50的这个 HR50的胶卷，再加上 HRDEV， 就DEV 嘛是 develop， 对 develop 就是胶卷这个冲洗的这样一个英文的缩写，然后。其实这个药水呢也已经过期了，是2018年的9月24日就过期了，所以说这两个都是过期的。但其实黑白这个胶卷和黑白药水呢过期并不是太重要因为这个它总之最后的呈现因为胶卷说白了就是一个有所意外性嘛，对吧？胶卷拍摄它跟数码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总会给你一些惊喜，就像上次这个九寨沟翻车的我还能救回来呢。所以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它的这个显影时间呢是1:49，也就是说用1份药水加49份这样一个清水混合起来之后呢，在22度的条件下要显影11分钟。那我看看现在的水温是多少？26.5度，现在的水温是26.5度，也就是说是比它的这个标准的要高4.5度。理论上是应该要缩短时间的如果是11分钟的话，大概估计应该在6、7分钟、7、8分钟这个样子。但是呢，考虑到我的药水和胶卷它都是过期的，所以我就按照这个正常的22度的来显影11分钟。我们来试一下，顶多它不会出现这个显影不足的情况，肯定是会显影过度，对吧？显影过度那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它就会更厚。就是胶卷的话，它底片出来就会变得更厚，最后所呈现出来效果其实就是它的对比度会更大，黑的更黑，亮的会更亮。这个每个人喜欢的这个不一样，有人喜欢这个比较柔和的，有人喜欢这个比较厚重的。对，我们看看出来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先取胶卷吧，对，然后把胶卷取出来之后呢，装到我们的显影罐里面，这是我的显影罐。然后显影罐打开，
装到这个片芯里面啊。这个呢都是要在暗袋里面进行操作的。如果你没有暗袋的话，那有一个巨大的暗房也可以啊。当然我这儿是没有暗房的，所以说我就用暗袋。我取胶卷可以用这个啊，这是一个马田的这个专门的暗盒，就是取胶卷的这样一个小工具。其实很简单，把它插进去，可能有点手生了啊，我都好久没有取过了。然后听声音，好，听到咔的声音之后呢，两个一起掰进去，哎，你看就夹出来了。需要把这几样东西，暗盒，然后片芯、片轴、胶卷、盖子、剪刀，然后全部放到我们的暗袋里面，然后把手伸进去，就开始黑暗当中进行摸索了，完全凭手感。但我手感还不错啊，因为以前也装过很多次了。好，装好了，把它插到片轴里面，装进冲洗罐就可以了。夏天在暗袋里面装胶卷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会闷在里面出很多汗，然后汗一多的话，它就会把胶卷粘住，粘住之后就更不好取了。所以说我强烈建议，如果是夏天的话，在家里面用暗袋来取胶卷，一定要开空调。好，把它压紧。确保压紧之后呢，然后再打开。好，现在搞定了，胶卷现在就已经在里面了，然后等待着我们把它给这个显影出来。而第一步呢，先要用水给它润湿一些。我这个虽然说是用有矿矿泉水这个瓶子装的啊，但是家里面再有矿呢，也没法这么豪啊。这里面其实是自来水，是空瓶子而已。先用一些水给它洗一洗，好，然后把它，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黑的啊，所以再洗一下。第二次水呢就会要干净很多了。接着就要开始显影了。用这个药水呢是，你看1:49，也就是说1份它，然后49份清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10毫升的这个药，490毫升的清水，又煮成了500毫升。因为我这里面只有1卷胶卷，其实没有必要这个用到500毫升的这个药水。如果滚的话，240毫升就可以了。那我就用一半吧，也就是说5毫升的药水，然后再加245毫升的清水就 OK 了。其实这个药水配出来之后，完全没有必要说是只用一次就把它倒掉，可以用，应该是冲2、3卷是没有问题的。摇晃均匀，好，接下来就把它倒进去。但倒进去之后呢，我们必须要计时，开始计时。那接着呢，就是一个比较机械化的操作了，滚。当然也可以用一些这个比较巧妙的方法，比如说像以前我就自己做了一个这个电动的这个滚筒机。但是上次搬家的时候呢没有带，所以说现在又恢复成手动来滚了，频率不能太高啊。然后这个滚动呢其实也是有手法的，就是如果你滚得太慢，它有可能会显影不充分；然后如果滚得太快的话，也有可能显影过度。所以说这个完全是取决于这个经验，对，然后根据你最后显影出来的效果，然后来做一些调整。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你要是能帮我摇就好了啊。A few moments later， 时间快到了，把它倒掉。如果要讲究一点的话，现在应该是要倒一步叫做停止液啊。但是呢，就是我没有那么讲究啊，也所以说直接倒清水也可以的，直接倒清水，然后把它洗一遍。也就是说，把刚才的我们的显影液的这个残留液呢，给它去除掉。
就这一步到底你是洗1次还是洗2次，其实问题都不是太大的，最主要是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把之前的药水给它洗干净就可以了。好，其实，在我们之前显影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先把定影给它配好，但是我没有配，所以说现在就放在这儿，然后来配定影。定影呢也是这个 ADOX 的，然后是1:9，也就是说1份它1份药水，然后9份清水。那如果我要配250毫升的话，就是多少？就是25毫升的药水加上225毫升的清水。定影药水，其实定影药呢就可以用的次数更多了。根据我之前的经验啊，我的定影药水最多的时候可能冲个10几卷胶卷都没有任何问题。当然还是要注意这个每次冲胶卷的间隔期，你前后间隔时间不能太长，因为药水它会氧化嘛，然后氧化完了之后，这个它的药力啊各方面就不够了。然后当这个定影药水药效不够的时候，它最后定出来的这个胶卷就不通透。说白了就是它没法把这个胶卷上面还没有显影的那个乳化银啊，还有等等化学物质给它这个清洗掉，所以说最后的就会呈现出来的感觉呢，就是在胶卷上面有一层雾蒙蒙的东西。但这个如果你发现我们定完影之后，你把这个胶卷底片取出来，哎，发现上面并不是很通透的话，也很好解决，你再把它放进去，然后再定影就可以了。那到了定影这一步呢，其实它就不怕光了，你把它拿出来也没有任何问题。好，定影的时间呢，30分钟、4、5分钟都可以，比较随意了。那这一步也是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好，我们还是定个时间吧，定个5分钟吧。这一步完了之后呢，其实就是水洗了，剩下就是水洗了。但是在水洗之前呢，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叫做水洗促进液，来泡一下，给它浸泡个1分钟左右。它的作用呢是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定影液给它用化学的方式给它中和掉。这样的话就是会待会儿在冲洗的时候呢，就冲洗的会更彻底一些，同时可以减少水洗的时间。因为水洗的话，通常它要求你要在流水的状态下冲洗10分钟，但这样的话其实是蛮浪费水的。现在水资源又是非常紧缺的一样东西，所以说最好是用这个水洗促进液给它把之前的这个残药给它去一去。然后呢，就是我们水洗的时间就会变短一些，然后其实也可以变相的省出一些水嘛。你看这个药水缸子里面各种各样的化学药水就混合在一起了。我记得以前这个高中的时候上化学课，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各种药水混在一起，差一点就这个把实验室给炸了。好，现在打开看一看。对，现在就可以直接打开了，因为已经定过影之后呢，里面的影像已经是固定在片机上面了，对，它就不会受到光线的影响了。我们来看看啊，来看看，哎，你看，这样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看到没？这就是很显然是定影充分的，对，说明我们已经定好了，并且呢，这个定影药水的药效还是蛮强的啊。倒掉之后呢，其实可以先用清水洗一步。然后再用这个500毫升的水的话，滴入4到5滴就可以了。我这个瓶子正好是500毫升的，所以说直接往里面滴。哟，这是粘稠状的吗？怎么滴一滴的啊？好吧，刚才算3滴啊。混合的方式也是特别直接啊。然后浸泡，哎，可以的，可以的。我已经看到了，应该是歼16滴了。好，这个时候就要上水冲了，早起，冲水去了。对，这其实就是一个花时间的一个过程，然后直接让它在这儿冲就 OK 了。只要待会儿保洁大妈过来不批评我就好了。好了，水洗已经结束，配个稳定液，1、2、3、4、5，好。
这个浸泡个几分钟之后呢，出来就什么也不用管了。像以前的话，我最早的时候我还会用刮水的一个夹子去刮一下。但那个的话，就是第一，我觉得还是刮得不够彻底，然后还是会有水渍出现，然后另外它有可能会把这个底片，给刮坏掉。所以说我不建议啊，我们就直接用这个泡一泡，然后浸泡一下，等个1-2分钟，然后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直接一挂就行了。我已经找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了，成功的，把它夹起来挂在这儿。然后等它晾干就可以了。对，你看，好看吗？它就整个把它放大。好了，的确是很不严谨啊，中间有数次感觉差点就要翻车了，但好在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留言来问我，我一定会严谨的回复大家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儿，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在早期战列舰的桅杆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几乎都挂着一个巨大的钟。就像这些照片中显示的一样，从1战开始一直挂到了2战初期。所以它们究竟是拿来干什么的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有趣的装置。电影里面我们经常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啊，不管是执行任务的特工，还是潜入到银行里面的大盗，在行动之前呢，总是要对一下表。所以联想到同样是执行战争任务的战列舰，他们装表的目的也是为了在开战前把时间对准吗？但是如果你推进仔细看的话，这个表盘好像哪儿有点不对劲呢？虽然时针和分针都在，但是刻度却只有10个，一圈少了2个小时，一天就少了4个小时，这时间也不带这么偷的嘛？难不成他们都自信到10个小时以内就能打完一场仗吗？当然不是，虽然它也叫钟，但却不是时钟，而是距离钟，是用来指示距离的，指出敌人的距离给自己的队友们看。像时针的那根指针呢，指出的是目标在多少千码开外，而分针指示的则是百码。比如如图所示这样的指针位置呢，就代表着本舰正在瞄准着3700码的距离开火。他们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射击距离高高的挂在桅杆上，让编队里面的其他队友全都看到，是因为在当时舰炮的瞄准实在是太难了嘛。尽管有了光学测距仪，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啊，但是能不能真的打到敌人头上，很多时候呢还是要靠运气的。万一编队中正好有一艘打准了，他不得大声的把自己的瞄准数据分享出来吗？距离是多少啊？方位是多少啊？所以你看啊，不仅在桅杆上方有着大大的距离钟，连炮塔的下方呢，也是用油漆涂黑了，画上高对比的刻度的，让同伴能够看到我的炮管指向的是哪个具体的方位，于是大家就可以整齐划一的倾泻弹药了。为什么不用无线电呢？因为无线电可以传的距离比较远嘛，要是传到敌人的耳朵里面，不也把自己的位置给暴露出来了吗？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么多的炮弹出去，我怎么知道是谁击中了，谁的没击中？该用谁的数据，又该忽略谁的数据呢？对啊，暂停一下啊，你也来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够定位出是谁的炮弹击中了敌舰呢？一定要先把你的答案发在评论区里面，再继续看下去啊。其实嘛，答案很简单啊，打彩弹呀。来看这枚当时英国海军用的8英寸舰炮的解剖图，这个位置啊，显示出它是装了一个染色包的，会在爆炸的时候呢，将周围的物体染上颜色。不管是打在海面上产生的水柱，还是击中船身后撕开的碎片，在远处都能够清晰可见。遗憾的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彩色摄影，所以哪怕我能够找到用这样的炮弹击中目标时的照片呢，看起来它们还是黑白的，多多少少减少了我找不到这样照片的遗憾嘛。当然啊，有证据显示，同一时代，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舰炮呢，都使用了这样的方式，来更方便的校正自己的射击参数，搞得像是现在打彩弹射击一样。
每一艘战舰呢都被分配了属于自己独特的颜色，这样别的战舰就知道了是谁开的炮击中了目标，就能根据它的桅杆上的距离中指针来调整自己的射击参数了。比如美国的密西西比号上的14寸主炮用的就是橙色的燃料，新墨西哥号上用的是绿色，印第安纳号上的16寸主炮呢用的则是红色等等。一场仗打完，不管轻重，大家都会挂彩的，甚至就连舰上的水手呢，最后都免不了要被打成了彩弹。当然，不管是距离中还是炮塔上的刻度，到了二战早期就基本上都见不到了啊。主要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是由于一战后所签订的海军限制条约，使各个国家到了现在呢，都拿不出像当初那种规模的舰队排在一起吐子弹了。日德兰海战中那种几十上百艘战舰对垒的场景，现在已经被缩减为不超过个位数了。这种你看我，我看你的需求呢，自然就减少了。另外啊，雷达出现了，用它就可以非常精确地指示出目标的位置啊。最后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舰队之间传输信息的超高频通信出现了啊，它频率极高，距离极短，所以完全就不怕泄露到远处的敌人那边，就把原始的木式通信系统给彻底替代了。挂钟的墙还在，只是钟已不见了踪影。当然，现在连墙也不在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